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世嘉 MD 平台的动作游戏《孔雀王2代》。开场是一段剧情，织田信长呢又复活了。我为什么要说又啊？信长想要唤醒魔兽，毁灭世界，作为主人公的孔雀就要去阻止他。游戏本身的系统非常简单，一共3个按键，分别是跳跃、射击，其中射击键呢可以蓄力。这也是咱们游戏当中主要的攻击手段。还有一个按键啊是切换武器。那目前呢，孔雀使用的武器就是它的降魔杵。这个当年看过漫画的小伙伴应该对它这个武器很熟悉吧？当然了，这个漫画我没看过啊，不了解。本作的剧情呢是取自于动画的 OVA， 所以说和原作的漫画呢关系不大。第一小关咱们打了2个小 boss， 然后捡到了新武器火焰。刚刚打这个呢就是第一关的大 boss， 但是难度也不高，2发蓄力就可以带走。第2关6天使，这关呢就可以发挥一下咱们新捡到武器的威力了。它是一个多段的持续的攻击，狙刺之后松手就可以喷射了。喷射的时候呢，你还可以甩来甩去的，通过方向键掌握射击的方向啊，这个就很灵活了，是吧？所以说火焰呢也是本作最重要的武器了。咱们换一条路走啊。这个蓄力槽上涨得很快啊。但是火焰相对其他武器呢，这个蓄力的时间啊，中间间隔还是比较长的，它有一段空档。再加上游戏本身难度其实非常的高啊，玩过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，很多小伙伴可能第2关或者第3关就止步于此了。所以说咱们在蓄力的过程当中要尤其的小心，慢慢往前走啊，不要急。游戏整体的风格呢，让人感觉非常诡异，是因为原作啊，漫画就采用了各种宗教的背景，包括各种怪物啊、绘魔的手段等等。这里有一个补血的道具，但是咱们没有掉血啊，还是吃了吧。血量呢就在屏幕的左下角，咱们有3滴血。每滴血呢可以抵抗敌方的2次攻击，所以说咱们实际上是6根血啊。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啊，比如说一些 BOSS， 织田信长之类的，一刀就可以砍掉咱们1根血。好，这里要打 BOSS 了，6天使，大家数着啊，打了几个，并且呢，我刚刚也捡到了一个武器流氓星，它在特定的关卡好用啊。这个 BOSS 咱们后期还会遇到的，这里留了一个尾巴，就是实际上啊，它没有挂。第3关安土城，安土城啊，作为织田信长住的天下名城，在各种游戏当中都有登场啊。大家比较熟悉的鬼武者系列啊，那里边信长也是反派了。信长烧了一回庙啊，然后被黑了几百年。本关呢没有 BOSS， 但是难度很高，考验玩家的跳跃还有背板能力。这里的电梯我没跟着下去，下去的话需要找机会啊，把墙上的触手干掉，这个就很难。这个地方墙上还有一个头，需要和他打。
然后还有2个喷火的机关。所以说这款游戏呢，其实主要还是考验玩家的背板能力啊。蹲着呢，它就射不到你。好的，这里算是过了啊。第3关呢没有 BOSS。第4关魔兽。我现在玩的版本应该是日版。那本关呢，开场这里我使用了一下六芒星。这个武器呢，在特定的场合还是比较好用。本关啊，可能很多小伙伴就止步于此了。这里跳跃的难度非常的高。那怎么能让它简单一点呢？其实我玩游戏啊，就是经常去找逃课的打法。想要简单一点，大家就注意跳跃的时候的落脚点啊。这个落脚点呢有几种类型，有的类型呢就是踩到之后它自己就下去了。有的类型呢，就是不断的上浮和下降，但是呢，它下降的时候是沉到页面以下的。像这种呢，踩的时候就要慎重。那还有一种呢，是一直都在页面以上啊，这种可以放心的踩。其实啊，还是需要背板啊。这里是一个小 boss。好，我捡到了雷电，这算是大招了。那其实雷电呢，上一关啊，我漏捡了一个。那个地方需要消灭墙上的触手才能捡到，我觉得必要性不大呀，因为这招呢给大家演示一下就好了。最终 BOSS 的时候呢，咱们可以持续的放几发，普通的 BOSS 没有必要，难度也不高。好，换一个武器，把咱们这根啊降魔杵掏出来。这里是本关的大 boss 了，看起来是2个沙虫，用火焰打它是奇效啊。这个火呢多段攻击，瞄准它的头，骑着脸射就可以了。开始这个位置比较安全，打第2个沙虫的时候，咱们就跳到对面去。也简单啊，这款游戏呢 BOSS 都不难，难的是中间的流程部分。逆十字，把火掏出来，大家注意这里的这些小兵啊，非常像那关的6天使啊。这个版面呢，一会儿就需要用到六芒星了。其实高手玩这款游戏是一直往前冲的啊，它没有停留的部分。但是我为了安全吧，因为实在人物还是比较脆的，尽量小心不要受伤。BOSS 战，这个 BOSS 也简单。火焰呢，由于是多段攻击啊，所以它的攻击力、输出能力都是很高的。打 BOSS 一般来说比较好用。好，打完。刚刚看见有一个跑了。这个版面，咱们把流氓星拿出来啊，大家演示一下。它主要呢是可以反弹啊，这样咱们可以利用一些地形的死角。在这蹲一下，这版面实在难度有点高，如果你打快了的话，非常容易掉血。流程当中呢，一定要求稳啊，不要急，慢慢打。哎，这里我挨了一下，我现在虽然看起来血量是满的，但实际上呢，已经没有血皮了，再打一下就掉血了。这里有一个加血的道具，哎，看见加血道具啊，有点浪了啊！
被打掉了一滴血啊！前方呢 ，BOSS 战。这次它形态不大一样啊，头部呢是一个骑士。 跳跃呢，可以大跳，也可以小跳。通过按键的力度，哎，射空了一发。好的，打完，把这个逆十字啊摧毁了。这样流程其实已经过了大半了。迷宫这关的结构啊，其实非常像安土城，但是感觉更难一点啊。 还是背板吧。这种喷火的骷髅头呢，它本体啊也不要碰，它其实不是建筑啊，是怪。但是呢，它无敌，咱们打不了它，不要碰它。但其实它喷出的火焰呢，攻击的范围啊没有它火焰大，攻击的判定比这个火焰要小一圈，这样其实还好。注意呢，就是不要碰到它本体就可以了。 这个地方位置比较特殊啊，咱们切个武器打。找个机会跳下去。本关呢也是求稳，不要急。当年能打到这儿的小伙伴就不多了。 一般呢，安土城那关都能过去，但是在下一关的时候就很难了。这里一个奖命，我其实不应该上来拿呀。游戏的选项里呢是可以调命的，最大好像能调9个呢。而且这款游戏挂了之后呢，是从原地重新开始的。 应该是快到头了吧？那前面也来到了本关比较难的地方，一口气走过来。喷火的装置太多了。好，咱们脚如果踩到了 左右移动的那块活动板的话，那墙上的敌人就出现了，咱们就可以打了。这里背板不要往前走啊，往前走会被抓到。这个东西呢，既是敌人也可以踩。又一个大招，好的，过关了。 最考验操作的地方呢，其实都已经打完了。这关信长，这里用火吧。上一关说是迷宫，其实上一关不算啊。这关呢有一点迷宫的性质。这些电梯呢不要做错，做错了很多路要重走。 这种敌人呢不抗打，但是他扔出来的球啊，需要打个2、3下。本关的 BOSS 呢就是信长，该怎么打呢？其实我应该问一下鬼武者呀，毕竟人家有经验，对吧？ 天棚上那个敌人也可以打到的，但我懒得理他了。哎，所以我被打了一下。我感觉我那个火应该能干掉他呀，他怎么穿过来？
有点大意了。哎，又被打了一下，掉血了，掉血了，被打2下，掉了一滴血。这个敌人啊，其实一点也不可怕呀，他就是扛打而已啊。移动还慢，攻击方式呢也比较单调。这里有血补上，好的，满血复活呀。往前走，别急，蓄满了再往前走。最好呢是保持你的血量比较满去打心肠，因为我打的方式啊比较莽一点啊，我就想和他拼血嘛。这个 BOSS 呢也是2个打法，如果你想稳妥一点呢，就使用流氓星来打，最好呢就站在他下方，不停的发射蓄力攻击就可以了。那如果想打得快一点，还是用火呀。用火呢就要小心你蓄力的间隔的部分，算是比较危险的。好的 ，BOSS 战信长，咱们用火来打。哦，他上来想偷我一刀啊！他的攻击方式呢主要就是2种，就上来砍你一刀，或者呢使用火焰。续了一发，他这个火焰是斜着打的，所以站在他下方呢算是比较安全。哎，偷了我一刀，大家看啊，1根血马上没有了。这个货攻击力太高啊！好的，打完，看起来比较好打呀。其实用火呢就是拼血。最后一关圣兽，这也是最终 BOSS 了。先要把 BOSS 召唤的这些小怪啊都打完，这些小怪还挺抗打的。咱们一会儿呢就把所有的大都交了，我可能少捡了1个吧，无所谓啊，无所谓。它弱点啊就是脖子下方心脏那里，美版和日版还有区别，这个大招的形态也不一样。美版的话应该是龙。在这里使用流氓星来打，去快一点啊，肯定能击中他的弱点位置的。注意呢，同时用流氓星来保护自己啊！我记得美版这个人物穿的衣服也不一样，美版的角色看起来更像是忍者呀。每次过关的时候呢，也不显示关卡的名称。好的，打完。打完之后啊，这里我稍微打了一下码，因为其实也没什么可看的，我就帮大家看了啊。那这样通关。通关之后呢，安土城啊又被拆了，并且过关之后还有一张图片啊，给大家看一下那张图片吧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世嘉 MD 平台的动作游戏《孔雀王2代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